大家好，陈老师，我们等下准时开始哈。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哈。关于世界岁入说，这礼拜我觉得过得特别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礼拜我超级忙的，因为老师现在研发新的一个系统啊，真的是这玩死我，真的是要命啊！那首先今天是说明哈，第一个是说我们姓名学哈，那已经更新到30集了哈。那大部分我们关于个人评评都完成了，本来应该前天就应该完结了哈，剩6集好不好？应该剩5集了哦，剩5集，老师这个礼拜把它玩完好吧？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哦，这真的是卡到一些事情哈，这差一点，差5集，但是呢，大部分都教完了，好吧？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消灾忏罪法会啊，已经开始报名了。消灾忏罪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的阳世间的人啊，不是你回向给别人哈，这是我们阳世间人针对你自己的冤亲债主，你个人的冤亲债主，不是你的往生亲属哈，不是哈，往生是往生另外一回事哈。我们的个人的冤亲债主啊，我们做给他回向。人在这个世间上啊，套句基督话来讲，这一定是有原罪的。人都是有原罪的。你都没有事情，你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前因后果，你早就飞升了嘛，对不对？我在这个世界上，你多多少少啊，都是给人家欠一点恩情的啦，或是一些功课没做完。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做消灾忏罪，然后来去把我们的诚意去跟我们另外前辈子之间的这些恩怨情仇啊，我们做个了结。但是是不是一次可以了结呢？不是哦，我说白了哈，这个要做多久我都不知道，因为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几辈子的事情，我他妈一场就把你干完，那是可能的事情嘛？那我他妈不是骗你嘛？不可能。对方如果很执着，他只能慢慢的放下啊，那也有可能他一次就放下，因为冤亲债主不会只有一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慢慢去跟人家劝导，慢慢的去跟他讲和啊，人家也要看我们的诚意。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分年龄啊，只是你要是活着的人，好吧？你不要说你有些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的亲戚很久以前的，然后呢他已经过世20年了，你帮他做消灾忏罪，那是不行的，好吧？那是不行的。你是你阳世间还活着的人，你才能够做消灾忏罪。那这一次老师本来想帮各位做这个普渡啊，就是说我们回向给十方众生这个事情，那这个呢，这个后来就没有办法做了，因为老师实在是没有什么，就没有就规划上没有规划到这一个哈，因为这个人力没有这么多。所以说我们只做消灾忏罪啊，建议这男女老少，你有这个机器能力的啊，你就做一下嘛，好吧，做一下嘛，就当给自己的过去啊做一个和解，不是你这辈子的过去哈，是你前几世的人我们做一个好好的一个讲和，好吧，讲和。他什么时候听我不知道，我尽量，好吧，我们就尽量。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明天要去广州一趟。那老师明天去广州一趟，那去没多久，几天内我几天就回来了。说下周我们的直播啊，基本上我们都还是是说在台湾给各位直播。那差别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就是这几天呢，你要约老师在台北见面了，这个比较难一点老师没办法接受这个约访。那就是说因为老师不在嘛，这个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吧？好，就这些事情，没有其他事情了。消灾忏罪记得报一下哈。有一件事情跟各位讲一下哈。地震这个事情啊，老师一直不想跟大家去讲，好吧？地震这件事情，其实老师有讲了。那我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大愿意讲这件事情但是毕竟啊，前阵子那个熊本地震还有其他地震都产生了那我也不想去做危言耸听，到时候别人扣个帽子，我散播这个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了。但是呢，还没停，好吧？那个是小的，大的还没来，好吧？你不要问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大的地震还没来，那个熊本那个算小的地震，小的地震就是7.1。我敢说那个是小的，好吧？那其他的即使你比较级数，可能瑞士地震的级数比较小，但是呢，如果它的浅度如果是浅的，那也挺要命的，好吧？所以说还是一句话啊，保护好自己，买好保险嘛，对不对？地震险买一下不会怎么样命的吧？那意外险我不知道对地震有没有赔了，这个我不知道了。但是呢，光头老师这个耳石的那个震动频率来看了，我是觉得啦，这个地震啊，基本上它是那个只是一个前菜，好吧？那个7.1只是个前菜，那后面各位如果哪里感觉到什么不对啊，比如你稻田里面的那个田里面的一些虫跑出来啦，或怎么样的，宁可信其有吧，好吧？我只能说宁可信其有，先远离那些地方，我们会比较安全一点。至于去哪里，我不能跟你打包票，你就去没有地震带的地方吧，好吧？这个是这样子，我就讲了，我没有散播恐惧啦，毕竟是说提醒一下而已，好吧？不然的话，我像别人频道一天到晚讲世界末日，各位听了也不喜欢嘛。散播恐惧呢，不是我要说的，好吧？
这个我不是要散播恐惧，所以我通常3、4年之前我就不跟各位讲，你们讲的嘛每次都正，那个好像我在散播恐惧一样啊，不要哈，没这个事，好吧？就是各位保护好自己，好吧？保护好自己。好，大家好哈。好，我们开始哈，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礼拜其实蛮多事情可以谈的哈，真的不缺谈之啊。首先呢，我们要看现在美国一直不断的去跟伊朗去做这一些的攻击，还有一些谈判的这些做法。那么打打听听打打，又说他要发动史上最强烈的攻击，一下又说呢，我们现在又不打了。这个状况是为什么呢？其实这跟我们前2个礼拜这应该算上个月我们在谈这些 AI 的事情，它是有极度上的关系的。各位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当这个 Kimi 3一旦问世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什么样的转变呢？就是很简单，伊朗打得越来越准，对不对？他 F-35就没打下来。你只靠 AI 能不能打那么准？当然不止啊。但是如果你靠一些比较低端的一些，假设是卫星照片低端卫星照片，但是你通过 AI 去整合的时候，它的低端也会提升它的一个档次。但是如果你能拿到比较高端的这些 AI 的一些镜头的话，那么它再透过这些大模型去运算基本上那精度就可以很高很高了。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也用这一招美国也用这一招去把哈梅内伊的内衣给脱下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是他们也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去抓到你这个极致上面大数据里面你要怎么打，然后怎么打得准。这个美国在做，那么那个乌克兰也在做，是不是？大家都用这个方法去做。而当 Kimi 3问世之后，各位你可以去任何的去搜寻，任何的时间点用 AI 搜寻都行。你会发现老师讲的是没有错的。他一问世，你整个伊朗他打击能力真的是非要式的提升。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去跟他打，他有没有优势？有，美国的优势那是不可磨灭的，好吧？我讲实在的，美国的优势那是世界最强。他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怎么打伊朗都讨不到什么太好的便宜，这是绝对的。美国大兵的战斗能力那是首屈一指，那个没有话讲。美国的海军那是世界最强，对不对？它的弹药世界最齐，它的攻击火力世界最大，它的军事工业呢也是世界最强，这个没有什么疑问这绝对没有疑问。但是问题在哪里？不是你美军最强而已，而是伊朗它的回报率提升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打到伊朗，美国打到伊朗已经打到他不要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伊朗也可以回击，他拥有了回击的能力，而不是说他只能狂轰乱炸。过去在3年以前3年以前吧，3、4年前，我们讲这个什么哈马斯的作战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一句话：哈马斯再怎么不济，他用铺天盖地的火箭弹都可以打穿以色列的铁穹，是不是？那其他国家难道不行吗？所以说我们说，那个伊朗他有这个能力去打到以色列，让他灭国，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基于什么？基于在这一些比较积弱不堪的国家，军事能力不如别人的国家，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火网，也就是它大范围的覆盖，来达成它的一个目标。而以色列它是非常狭小的国家，所以怎么打它都不会赢。那美国能不能讨到什么好处呢？美国远道而来那一定会疲兵当你士兵疲惫之后那你打战斗力也会降低。所以说我们只能说，这个伊朗不会赢，但是美国也不会输这2个地方都是会成立的。那到现在这个状况又产生了一个质变，当 Kimi 3这样的模型出来之后，它就有能力去重点回击。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打科威特也好打美军的任何一个在中东任何一个基地都好，我们看到它整个命中率之高到是让美国会感觉到痛会痛，你懂吗？会痛。但很多人说，老师你这样讲不对，你这个东西一定是仇美，这里看清美国。美国阵亡的士兵才几十人，对不对？随便伊朗怎么打都几百人、上千人的损失，你怎么跟美国比？你讲的绝对是没有错的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想的绝对是没有错的。美国大兵能够损失的人数哪怕他隐瞒报，那也不过几百人，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美国打仗他不会打仗的能力会比俄罗斯来的差，你要记住这一点。俄罗斯他为什么可以把乌克兰打得不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派的是佣兵集团往前面去推进，打初期的战争。那各位应该知道吧？
那个就是他们用佣兵的，大高额请佣兵，用他的所有的外汇存底，用任何的金钱来去让佣兵一直不断的向乌克兰推进。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有佣兵部队，只是呢慢慢替换下来，变成俄罗斯的国防军。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建立阵地了。你要建立阵地的时候那些瓦格纳他一定得要往其他地方去，比如说他走到白俄罗斯那边去保护白俄罗斯这些都是道理。因为佣兵不负责维护，他只负责破坏跟前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美国难道不知道这个战术的好处吗？所以说美国它不是全部都派美国大兵的，美国它对海外的军事的攻击，他们也是会有佣兵的。比如说黑水公司，这个各位没有什么意外的吧？美国黑水公司，它本来就是那些高精尖的士兵退下来之后，很多教官类的或者什么很强壮的士兵都转去了这个黑水公司Blackwater 这个公司，然后去做他们的一个战场上的经略，拿了钱又多，然后美国也不用负责他们的抚恤，更不用负责这个加个军人家属军券的反弹。为什么？因为他是佣兵，拿钱办事的，拿这个几倍、10倍、20倍的一些报酬，然后呢，他去做那个无道义之战，好不好？这很正常佣兵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美军他所做出来几十人，哪怕100-200人的这些美军阵亡，我相信他有水分，因为他会校正回归嘛，他一定会里面有一些是说他不想公开的，甚至他把时间点切一切都让你没办法看到出他多少真正的阵亡的一个士兵。但是他肯定跟伊朗比起来他是少数，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你要说他是不是伊朗国军，不是。但是他是不是民兵，也不是，他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军队之间，但是他现在有国家的权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军那边所阵亡的很多都是黑水士兵，说他们是不需要记录在内的。所以俄罗斯的瓦格纳他也不需要记录瓦格纳到底阵亡多少人，一样的意思。就打这场战所以最伤的是什么呢？最伤就是你今天能不能在伊朗建立滩头堡，美军有没有能力在伊朗建立滩头堡，然后来控制中东的局势，这个才重点。那一般来讲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只能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那边互相钳制，然后造成了什么？你有拿一个棍子长棍，然后你握一端我握一端，大家相持不下那后面人都不敢过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特朗普就可以说我要打或是不打试图去营造这个世界的经济的不同。所以说呢，他现在一定买了不知道哪些股票很正常，不然就是他临时他弹药用完，他需要时间去补充这个弹药。为什么在这个状况，你说他会不会停呢？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目前此时此刻，特朗普已经下令他要去做这个军工的一些大量的投资把过来去的爱国者飞弹或是那些什么其他防空导弹什么地狱火等等之类的不断的从过去1年40颗到变成1年200颗，甚至它有更多的导弹出来，所以他钱花上去了，他就是要用。所以现在就需要什么？以时间换取空间，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弹药。这个过去我老师跟各位讲过，他那个根本就不可能停战，就光过去的备忘录就不可能会停战，因为对伊朗实在太友善了，友善到不是美国人会吞下去的不平等条约，那个只有大清朝吞得下去，但是美国绝对吞不下去。果不其然，他不是撕毁了嘛？说这一次的停战是不是真的会停战呢？你等他弹药运到的时候，那就不是停战了，那就是说我要继续打了。所以特朗普想要做的事情，川普老兄想做到的事情就是什么？疲兵之战。那你要打跟不打之间那你是不是造成了你的人心惶惶，对不对？你一下说打，一下说不打，那你百姓是不是会疲病，会很疲累？那士兵是不是士气高高低低？那这个想法只对什么？只对不是伊朗的国家有用。为什么？因为伊朗就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全民除了接兵，除了去移植对外之外，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你说他们找不找得出意见就是说来去背叛他们自己的伊斯兰国家，一定拿得出来。但是透过像 Kimi3这么高素质的 AI 状况之下，百姓的所有通话，难道美国会用光人计划去偷听德国总理梅克尔的通话？难道伊朗它有这样的模型？它不能够建立它全整个伊朗境内所有的一些靠电子沟通的这些管道吗？那一定也是可以的，所以也不容易。各位，你不要小看那个语言大模型 LLM 这个东西你以为它只是个聊天软体，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它是一个可以做让你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它可以重复做、日做、夜做，而且不停歇的做。你只要给它电，它基本上就能运作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科技产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并不需要伊朗花太多的兵力
去做这些监听或是这些管控的事情，甚至连攻击也不太需要一些高精尖的这些士兵去操作，你有足够去运用，能够开发出来这些软件，让这些 AI 去执行就可以了。那么他们有这么多的软件可以去开发吗？我敢跟你讲，他一定有办法去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做这个 AI 的时候啊，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能不能让 AI 去什么生成 AI，让工具去制造工具。这个概念啊，老师2年前跟各位讲过，2024年的时候跟各位讲过，AI 这个东西的厉害程度，就是可以让你工具制造工具，AI 去生成 AI，让 AI 自我迭代。甚至啊，上个礼拜老师跟各位去讲那个 Anthropic Cloud 这家公司啊，它其实就是扫描那个书籍，然后呢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模型。在这个礼拜是不是就爆出来新闻了，对不对？那证实老师讲的没有错嘛，它就是大量的扫描光学记录，甚至绝版书都把它扫描进去，然后把那些书给毁灭掉。这变成什么？变成文化断层，就是说他拿到这些绝版书，只有他知道内容，他可不可以改内容？他可以改内容的。所以说，当这个焚书坑儒的状况会出现了，那其实代表说这个文化是有危险的。但这个事情是不是由 Anthropic 一家公司可以达到的呢？其实也没有啊，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就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很早就电子化，包括台湾也很早就电子化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对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文化的消灭的状况，但是对亚洲国家啊是比较难的，尤其是我们汉文化的国家，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基本上自己保护的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之下 ，AI 制造工具，AI 去迭代 AI，那个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老师可以跟你保证，你只要跟我上10天的课，你只要跟我上10天的课啊，你跟日夜我们一起上10天的课啊，你就可以从小白变成你会写程式，而且你会让 AI 可以生成 AI。你甚至你任何的工具我都可以教授你怎么样去生成，让你的整个工作能力整个大爆发。我告诉你，我做得到，你只要跟我10天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有没有开这个课？没有啦，这个太累了，教10天我要教一个我都快死了，教10个我是死定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化或是不稳定化，那么他们希望达到的事情就可以发生。但是问题是伊朗不信，叙利亚也不信啊，那个叙利亚也不信，那你更别说黎巴嫩信不信了，基本上是没有人相信的。所以他们会不会去避战呢？不会。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他又说这个以哈战争啊，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啊彼此之间他们已经怎么样达成了休战协议，以色列也同意，这是美国讲的哈，以色列同不同意其实里面还有争议哦。就是哈马斯呢开始逐步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呢逐步开始退兵，这你信吗？我告诉你，我也不信。第一个，哈马斯不会解除武装；第二个，以色列也不会撤军。他就是以色列要撤军，他也是等哈马斯卸除武装之后，他觉得到一定程度，他赶快卷土重来，直接直捣黄龙，再把整个加沙走廊全部占领，然后把所有的哈马斯，不要说哈马斯，所有加沙走廊的人，只要不是以色列人都全部给他消灭，这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战争就是这样打的。我们不要说以色列是仁慈还是不仁慈，我也不要说他的宗教，我们都不提。战争最好的方法就是斩草除根，好吧？像嬴政对赵国的攻击也是一样，赵氏孤儿，这各位一定知道，斩草除根就对了，没什么好说的。消灭你的物种，那是最简单的事情。统治你太麻烦，消灭你最简单，好吧？这个是人性战争，好吧？这个是战争的必然的一个状态。你就是猴群战争也是一样，猴群战争呢，它也是2个猴群在打架，你是歼灭敌方的阵营为优先。这个都是这样子的，这都一向都是这样子，没有是说给你留后路的，没有这回事的，好吗？都是斩草除根最简单的。所以说，这哈马斯会放下来吗？哈马斯也没那么笨，我放下来我不找死吗？要放也放假的，怎么可能放真的呢？那如果他放假的，然后呢，以色列打回来，他们拿起武器来对抗，然后以色列就说啊，你违反这个和平条约、停火条约，我只在测试你的，结果我发现你违反条约，所以说我们继续打下去。那个事情有因果有果，你怎么会结束呢？不可能嘛。所以这件事情是基本上你也不会达成。所以这下半年开始呢，就现在是8、9、10、11、12、2月4号是过年嘛，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这件事情一定会继续打一定会继续一直打到底为止，打到年底才能看到所谓的一个新的曙光。为什么？因为明年的太岁星君总任我已经跟各位讲了，2027年的流年总任解析我已经公布了，你有没有去看呢？没有去看，你就丧失了一个预知未来的权利了，好吧？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所以说，美伊之间的战争它基本上消停很难，因为毕竟现在都有了 AI， 所以说这个局势对伊朗来讲，它还是有托底的。那么反过来看，它对俄罗斯来讲也是如此。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在 Kimi 3这个样的模型出来之后，俄罗斯的反击能力也变得十分的凌厉。当然，前提呢是因为乌克兰已经没有足够的爱国者导弹，没有办法去防御这个俄罗斯的导弹攻击。但是各位你要去想另外一件事情，俄罗斯的锆石导弹本来就不是你爱国者可以防御的，好吧？那俄罗斯的靠超音速导弹本来你就防御不了啊，所以说它只是怎么样，只是可以多发射其他导弹，不代表你没有爱国者你就一定可以防御得住，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只能防过它低端的火箭弹或是低端的导弹，但是它的高端导弹你也防不住啊。而俄罗斯的锆石导弹、高超音导弹，它自己有自产自销的能力，它生产的速度绝对比你去跟美国拿弹药出来的快。说无论如何，现在俄罗斯又本来从这个被打了的不要的状况之下，突然就回血了。为什么？很简单 ，AI。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去打这个基辅或打任何地方，就是打死哪它就打哪，而且呢，准确度跟狠度比以前都来得高。所以说 AI 会不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我敢说这一定会，因为 Kimi 3的出来就一定会有这方面影响。那么反过来看，难道美国就没有其他新的模型去把中国去甩开这个状况吗？有的，各位有的。所以现在看到 OpenAI 它自己也是研发了一些新的叫做 Astra 的一个模型Astra 这个模型啊，它就已经攻克了10道数学难题。那所以是说呢，在这个状况之下，有人就说，未来的数学家你还能保持饭碗吗？可以，但是呢，那重要度会降低，因为AI 能做的东西就 AI 做，而数学家的产生是代表是说，这个数学家是足以去驾驭 AI 计算出来的数学家，也就是说。AI 它算出来答案对不对？那还是要人类去判断的。你不是 AI 说对就对，好吧？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如果用 AI 去取代员工啊，那家公司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一定要去训练员工，你可以去怎么样驾驭 AI，那才是有用的。所以说现在 OpenAI 它已经做出来这个 Astra 的这个模型啊，它是可以去攻克这些数学难题。那么而且它的攻克难题之后啊，它总花的成本也很低的状况，所以它是有能力去提升它的一个模型的能力。但是也反过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 Kimi 3它已经可以接近到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它的 Fable 5，已经基本上差不多2-3个百分比了。所以说它一个界限啊，你一个壁垒跟界限啊，基本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裂缝。这个裂缝啊，足以让中国直接正面的走进去。因为你只要突然达到一个平准的地方啊，能够告诉你这个科技就那么奇怪，叫做死亡交叉一样，你知道吗？你要么就是永远都在它上面，你没有跟它做到任何的一个交集点。你一旦科技到来一个交叉点的时候，那么你的科技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形成任何的优势。这个要各位去理解，是没有办法形成任何优势。无论是 Gemini 它做出来一个 Robotics 2。发行也是一样，或是现在韩国有他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型也出来，也是一样，你是无法去阻止中国用 AI 来去反向的统治这个世界，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开源，开源是什么意思呢？开源就是你可以下载回去自己做你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像什么？这也就像共产党他们的或社会主义学的一个状况，就是呢，我把工具平均分给大家，那么谁用这个工具用得好，谁就是赢家。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让一些穷苦的百姓啊，或是穷苦的国家，他有了武器，那么你叫这些强国该怎么做得稳呢？对不对？当百姓身上有战甲，是不是有刀的时候，那么那个上位者你怎么蹲得住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当中国它的 Kimi 3越来越普及化到任何的国家，你只要有几千万元，你就可以搭一个 Kimi 3的机房。各位听清楚了，你只需要几千万元就够了，几千万人民币吧，好吧？台币也行啦，好不好？你就只要抓好了，我们就不要说多，我们就抓个1000亿人民币，好不好？7000亿台币啊！你任何国家，你只要有这个实力啊，你只要花这个钱，你就可以组建你自己的机房。然后来运行 Kimi 3，这个已经跟 Fable 5，还有是 Anthropic 跟那个 OpenAI 他们最顶尖的模型几乎相差无几，可能相差2%到3%，甚至有些部分 Kimi 3还去超过。
的这些模型能力，去开发你自己的工业，开发你自己的软体，开发你自己的所有一切，让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包含工业设计、模型设计，还有一些电路图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做到。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么其他国家发展就有机会，而且这个东西是让那些发达国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你的军事实力啊，而是在于在这些落后国家，如果都可以有这么高级的 AI 模型帮助他们自己使用，而且他们自己建出来的，第一个机密不会外泄，第二个是什么啊？第二个是你不用付高额的 token 费用，你不用付高额 token 费用，那么你在你的成本是不是就降低了？那你这个地方降低之后，就衍生出来什么问题呢？衍生出来就是说，这些落后国家人工普遍便宜，那它人力就多嘛，它的成本就是低，说它发电成本低，它的所有成本都低的状况之下，它居然突然有了这个神器，对不对？你就像猴子开智一样啊，讲很难听，但实际上是这样，那跟猴子开智一样，对不对？他们有勤劳的身体，是刻苦的精神，然后又有高端的模型，你说他要做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做，让上位者更加的可以更强大，那下位者也有办法去争取自己的空间。那你这个游戏你要怎么玩？你回答我。要怎么玩？上位者会不会不安？会不安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智慧革命。当智慧革命一旦起来，世界必然产生了很大的动荡。所以说，在这个模式之下，你各位要去想，你在欧美国家啊，无论是对于任何地方的战场，他们要在取得优势，几乎是难上加难。我今天说一个白的，今天日本可不可以取得中国 Kimi3来去给他们自己去生产跟研发？可以的。韩国可不可以？可以的。新加坡可不可以？可以的。中国没有限制你去下载 Kimi3，因为它本身就是开源的模型。再加上啊，昨天还前天了，中国的那个 DeepSeek 啊 ，DeepSeek V4 Flash 啊，也把它拖出来了。DeepSeek Flash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它做 DeepSeek 嘛，各位已经知道。但是你要去理解，就是说它本身的代码编辑能力也是非常之强的啊。DeepSeek 它也是非常非常之强的。怎么说呢？哦，在 DC 来看啊，它自己本身是足以去做一般的代码编辑。如果在 SWE 这样子的一个验证状况之下 ，Cloud 它一样97到95，它是一个非常强 Opus 或者 Fablefy。那 Kimi3可以到93，就差不多2个百分点啊，只有2个百分点。但是呢，你 DeepSeek 只有79%，那千问3.6呢是78.8，是不是差了20个百分点？没有，差15个百分点。但是这是指高精尖的一个系统模拟状况之下，的确差这么多。如果你用其他部分之下，成本那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一些非常低廉的成本而已。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吧？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说这个事情啊，是我们要去注意哦，要了解你整个科技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哦，来，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来，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股市，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地震在造来是这样子，没错哈。股市下跌就恐惧比地震可怕，因为真金白银嘛，真金白银会有这个问题，好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说，请问龙藏经的展览这么热，大家想去看，看就有福报吗？看不会有福报了。金毅老师，你帮我一下，帮我把那电源线拿过来，忘了拿电源。我用笔电直播，结果忘了拿电源，只好赶快请金老师来救场了，不然糟糕了。龙藏经看了怎么会有福报呢？跟看怎么有福报？看就有福报，那我天天看就好了。我干嘛？我们每天做功课做的要死要活的，我每天念经念是要死要活干嘛？我每天看就好了。看你只是知道它，但是你有机会去了解它啊，有机会去体认说这个经它在说什么，你要懂得看导览。那这个东西啊，对你的福报才有帮助。因为各位什么呢？因为整个对这个世界来讲，你最重要是认知，认知啊不在高深，在于你知不知道。在生活中你能不能知道，你能不能去了解啊？那个不是说一定要以高深莫测的经文来才能够去解决你人生的问题，并不是这样啊，而是说你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去接触它、了解它啊，这才是重要，好吗？真正战士是 OK， 好，感谢曲老师啊，感谢曲老师哈。OPC 9集哈，可以吧？哦，功夫女足功夫女足，台湾能不能上映？我不知道台湾有上映吗？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上映我真的不知道。3000万人民币部署哈，那对啊，那不是很便宜吗？300万的电费，那也便宜到炸开来，好不好？这炸开来啊！美国就是说假特权哈。
台湾为什么没有便宜的电动车呢？那不是不行，台湾有这个怎么讲呢？哎，不说了吧，到时候我又被关切啊，别了吧，好吧，那也别讲了，好不好？台湾事情别再让我讲了，那到时候我一天到晚被关切，我不是为难我嘛，对不对？你为难我，这真的是为难我，好吗？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下一个东西啊。下一个东西的话呢，这是对我们的整体来讲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好不好？AI 我们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好，AI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另外一个，讲到英国，英国什么事情呢？对，英国什么事情？英国啊，他们透过紧急立法，把中国去投资，这中国敬业集团去投资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啊，直接强制把它国有化，等于说我把它征收了。征收要不要紧呢？其实啊，其实我们在2020年我们谈过这个直播内容。中国去投资英国炼钢厂，我说中国拿到了英国炼钢厂啊，那时候我就讲，那英国的工业时代就结束了，因为钢材这个东西啊，这个钢铁这个东西啊，是工业之底啊，任何东西都需要用到钢材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说，英国你还跟我讲，你有什么日不落帝国，你有什么工业革命后的一个余威，基本上都没有了啊，那个已经是6年前的直播了，好吧，6年前的直播了。所以那是没办法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在2026年7月16日就生效那就把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权、管理权、收益权一次性的剥夺，等于强制征收。然后呢，分逼不给，讲的钱粗俗一点，就是1毛钱也不给你，我他妈就我的了。我本身就是海盗起家的，凭什么给你钱？拿到就是我的，凭什么还？是不是？这是一个所谓的做法。但是在国有化之后没有几天没有几天它就变成说什么？一方就说那个在7月28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他就说他会独立评估跟合理补偿。这个东西也是讲了一个好笑的，因为什么叫做第三方？第三方是谁？合理补偿你要评估多久？这个没有3年5年，其实也评估不出来。所以说他基本上他去通过6个半小时通过一个法案然后呢去抢一个中国的企业。这个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征收行为。那这个事情能不能合规？能不能说它对整个市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当然是有，因为英国未来它经济遇到任何问题，我跟你说，任何问题亚洲企业不会去帮他。我告诉你，就连日本都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强大，你都敢独立征收了，那如果我日本进去跟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建设，什么样的一个合作，那你会不会半路征收我呢？我的国力可跟中国比起来，那也屁都不是啊。那你会不会这么做呢？说当你一个信用没有之后你所谓的契约精神基本上是荡然无存。说英国人就完完全全的被打入跟印度人一样的一个下场，就是你这个国家人性那真的是狗都长翅膀了。我们不要说屎都能吃太粗俗了，狗都可以长翅膀了，对不对？被哮天犬了，对不对？可能吗？几乎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让英国遭受到外资来那是非常大的困难，他只能去招什么？招欧美企业的投资。那欧美企业，欧洲跟英国现在的关系也没这么铁了，毕竟英国脱欧了嘛，说英国的跟欧洲里面的关系也没那么铁了。有没有好关系？有，但是那么铁嘛？没有，因为你脱欧了，说我不一定要买你的账，而且你所有税制都要重签 FTA， 那何必呢？是不是？而美国呢？美国不会投资你了，他只会掠夺你，他不打算去投资你。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就产生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去把它去说身为国有呢？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敬业集团它其实在投资之后通过现在的这些能源价格的高涨导致是说他们把英国原来的一个高炉的这个炼钢的设备说这样下去你亏本亏太多了每一天你要亏大概多少？亏大概70万英镑每一天就是一天就要亏这么多钱这个是亏非常多的。所以说要把什么？把他们原来的高炉就是一般的那个溶解炉变成电壶做的电壶炉电壶是电壶，不是那个葫芦不是那个葫芦，是电壶，好不好？电壶那个电壶，好不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是说要改变，然后让他们自己可以是说减低了亏损。为什么要从那个原来传统的高炉转成电壶炉会比较好呢？基本上电壶这个熔的炼钢的地方它基本上是可以把废钢把它提炼，而且加上了它没有传统的这些炉我不是专业的钢铁，我只能转述给各位听，好不好？就是传统的它一直要不断的高温去一直去维持这个高温状态，然后让它不能凝固，一凝固你重启的成本比盖一个新的还来得高。所以这种钢铁公司它是不能够冷却的，一冷却整个设备全废掉，完全废掉，
不能够再修，基本上几乎都不能再修的，你要必须一直维持这个高温状态。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如果你这个钢铁公司本来就亏损了，你不让它停炉，那么你就继续烧，你电费是要钱，瓦斯炉要不要钱？因为他们天然气发电嘛，是瓦斯炉，对不对？都要钱。那你东西你们卖出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中国敬业集团进去之后，是把它过去的设备更新，他们总共要投资的是非常多的钱，大概3.77亿的英镑来维持这个运转。因为他从2025年2025年开始，不，敬业集团呢，他一直不断的去投资，投资这些钱，保他们的就业，保他们的运转。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是说你要靠自己能够去做，所以他一定要等着敬业集团进去把它更新完之后，然后呢，再遇到一个机会，然后再把它抢回来，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打算。但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是只有今天能够把它拿回来吗？其实也没有他在2025年4月已经去接管了这个英国钢铁公司，从敬业集团手上接管了，就让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法源依据呢，是在今年7月份，他才开始，就是说我可以不给你钱了，现在也不用谈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不谈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接管后2025年4月接管后的9个月到现在，他投入了3.77亿英镑去维持这个英国钢铁厂的运转，等于是说呢，他从2026年6月到6月为止，他已经累计超过了6亿英镑的亏损。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危险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敬业集团他们在去做经营的时候，受到这几年的这个能源价格提升，因为乌俄之战嘛，能源价格提升，所导致的这个敬业集团每一天亏损70万英镑每一天亏损71万英镑。那国有化之后呢，英方就每一天亏100多万英镑，因为能源还是继续涨价嘛，那个也没有变便宜也是没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按照条约里面那你呢英国BIT 条款里面那敬业集团是可以跟英国政府索赔10个亿的英镑10个亿的英镑。为什么？因为英国政府最初的出价不到1个亿，所以说基本上你都是中国的敬业集团他去做花钱跟投资，还有更新这些设备的。所以这些东西这个等于是说英国是完完全全站不住脚的状况。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做好合理的赔偿，那你后面的契约精神也是没有了，那你的信用就跟印度一样了，轻度、重度，印度很糟糕了。而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你也不行，所以你一定要得去，第一个稳住中国，第二个你让这个英国钢铁不能继续亏，因为每一天亏100多万英镑，那也不是个事。那你要不要去开这个电葫芦？也不能不开，但是也不能开，因为他们自己的技术不够。说白了，英国钢铁公司你把中国挤兑走之后，他们本身要去建这个电弧的这个溶解炉，他们自己的技术不但不够，而且呢，你一些后面维护的成本也是非常的高，所以你把人家挤走之后，所有成本都必须你自己去扛，所以你不能降本增效，因为你是英国政府，而且里面还有工会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英国自己拿这个烫手山芋，你是根本去没办法去把它摆除掉了。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下，你是说英国现在怎么面对这个烂账呢？没有办法解。我说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解。高炉是可以做出一些他们能够做出来一个铁轨或者任何的一切，但是呢，电葫芦它可以把他们废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没有用的钢变成可以用的建筑钢，也可以变用的，可以跟很多地方用的一些金刚，只是少部分的一些铁轨、高铁用的钢，它没办法生产而已，那就需要高炉去生产。所以最好的状况之下，是你有这个高炉，你也有中国给你的电葫芦，这两个东西一起去做才行。但是英国不能够让他继续这样做，因为你只要停了高炉，你再起基本上是不行。那这个就变成纠结，因为你现在都被拿回去了，中国不会再帮你了嘛，中国也不会去帮你这件事情的，所以整个就卡死，所以整个就完全卡死了。那么最终里面重点是什么？重点也不是英国要不要去收中国金业集团这件事情。重要是说，你今天让这个钢铁厂会亏本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一个重点来，好不好？重点是你今天钢铁厂会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电价太高了，就这么简单，它的电价太高了。我们以那个百万千瓦来去看，法国发电每百万千瓦是47然后呢，德国是52，那英国就是59，所以它也是欧洲最高的它比德国高了14%，比法国高了25%。那你电葫芦这个东西不是那个葫芦电弧的那个溶解炉它基本上就是需要耗电的，
所以说你的电成本比别人高，那么你生出来的钢铁的成本一定比别人高，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那么英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电价？我们还是说这件事情，它为什么这么高的电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它的电价没那么高，很多事情可以处理，就是因为电价那么高。电价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它本身发电量的不足，你需要透过这个你的燃气来去做。第二个是什么？你的电网成本很高。电网是什么？就是把电力输送到各个地方它的电网成本很高。电网成本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就很简单，基础建设是由这些电网公司去建立的比如说比如他们的电网公司建设的，他们电网公司帮你建设这些电网，就让大家家家户户都有电的一个电网。这些电网，那既然是由这些企业做的，它是不是可以随便去涨价？可不可以？也是不行的。英国的电网它本身是属于是被监管的，是属于被监管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它不是说你今天如果这个电网他们建设成本很高，然后呢那些电网公司为了赚钱，所以说他就可以把电费翻倍，然后去给你去做。其实并不能完全这么讲因为它现在英国电网的接入费从2019年到2023年涨价70%，德国只涨价29%，法国涨16%。电网费用还是占现在企业用电的30%到40%，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是说基础建设它是必须由这个电网公司跟他们政府相对去承担，但是你是资本市场，你必须对股东交代，你不能够亏光你自己的股本，为了去维护这个电网，所以说他还是得把建电网这个钱反映到电价上面。你必须发公债发那个公司债发公司债，或者是到处去举债去做这个电网的铺建事业。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高发达国家高工业化的国家，你有没有按时去更新你自己的基础建设？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老牌的工业革命国家，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它有没有去做到把你自己100年以上的设备有在一定的时间去更新？答案是没有，因为没有必要的时候我就不这么做。因为资本市场就这样了，没有利可图的时候，或没有完全到必要的时候，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导致他们的一些基础建设更新的很慢。谁知道现在遇到了战争，他们的用电需求跟用电的成本大增，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情。那些所谓的资本国家，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的就是什么？以目前的状况之下正常的数据发展状况之下，都是可以复合的。这些数学成本对不对？这些数学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乌俄之战吗？你没有想到霍尔木兹海峡被人家钳住吧？你都没想到，但世界怎么样？世界教会你了，是不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会，就让你一次感觉到电价是怎么的贵那你就是必须去维护这件事情。所以说，它就变成是说，它的电价是居高不下的。在居高不下状况之下，你的钢铁产业基本上你也很难去维持，就这么简单，你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维持的。而同样的状况之下英国它的电网从1990年开始就全面私有化了，但是它也是受到政府监管，那是没有办法去剥离的。返回来看到中国是什么状况呢？中国它所有东西是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去做的呢？也不是中国也有民营化企业叫做南方电网它是算是国企吧，也算民营吧，这个界限很难去讲了，反正总归它就不是私人的这样讲各位懂所以说中国可以让这么广袤的国土家家户户都能够接上电，走入千家万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是说，中国利用错峰的发电方法，也就是说你地方的发电，它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发电，它是很多地方南电北送、东电西送等等之类的方法，西电从东送的方法来维持他们的电力输送。另外一个，他们电网建筑成本到目前为止，光南方电网它就亏损了大概4个亿4兆4万亿就是4个兆的亏损，而这些亏损他们不着急在每一年的财务报表里面显示，而且并且要清偿。但是英国身为一个资本公司，它是必须每一年去检讨这个损益表，而中国透过时间来去把这个亏损做摊提。为什么？因为中国它还是很多的工厂，由工厂的企业用电跟民营用电它是分开来计价，由企业用电来去补贴民营用电。所以说，中国的百姓会觉得20多年来电价有涨不多，没什么太大的感觉，还是0.6元人民币0.6元人民币，其实跟台湾过去的电价是差不多的，2块多台币嘛，差不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觉得这个状况还好，但是企业用电，那电费就贵了，电费就贵了，水电费、燃气费这些东西用企业做的会涨。
说中国它用时间去换取了这些建立这个电网费的空间，还有它的亏损，慢慢的把它摊提掉。他们有的是时间，因为他们没有改朝换代的问题，好吧？说白了就是没有改朝换代的问题，所以它可以慢慢做，让百姓受伤尽量减少。但是英国不行，资本公司财务报表要好看，你不能亏到一个没边，亏到没边，你政府就不用干了。虽然跟政府没什么屁关系，但是你就不用干了。所以它的电网费、电网接入费就会这么样的贵，跟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一个政府的制度跟他们的商业模式的不同，就造成了你进步速度的不一样。所以说，认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跟不知道，有做跟没做，怎么规划，它的结果是差很多的。所以，当英国现在面临到这个状况，它就变成两个状况同时出来了。第一个，你高能源的事情你取代不了，因为你建立一个核电厂，你没有个10几20年，你核电厂的环评什么你是不会过的，好吧？没有10年20年，你核电厂是建不起来的，除非你跟中国一样建小型的核电厂，好吧？小型核电厂，或是你有一个什么核聚变的一个发电厂。那你有这个能力吗？没有，英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核电厂你得慢慢的建，花10年20年的时间去盖，那才有办法。所以现在英国它本身的窘境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你说它有没有再恢复过去的英国的荣光？目前来看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你脱欧了。如果英国还是跟欧洲是一体化的，这话有的谈。因为欧洲整个大家庭来讲啊，只要透过一个强有力的能人，比如说过去的梅克尔他那个时代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把欧洲经营的有声有色。当然有一些的烂泥扶不上墙的那些欧猪啊，那没办法，但大部分都可以过得有滋有润，就是你有强大的一个领导人状况之下你整个欧洲可以欣欣向荣。但是英国不好意思脱欧了，对不对？英国脱欧了，所以你不在欧洲这个大国家大体系里面，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好处，而且你的所有财务所有金融都被你孤立化了。一旦孤立化，你要再回去欧盟这大家庭，人家也不接受。说白了，人家也不会接受。说不说欧洲，我们就说英国，基本上你要翻身难如登天，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好吗？说英国这个地方各位你不要想说过去的荣光什么意林什么地上掉英镑然后没有人会捡满地上都是便士然后都可以捡到钱的。这种意林的东西你就不用去看了，好不好？这个都是假的，因为有人相信呢，还有人相信说去英国他就可以改变人生，怎么可能呢？英国都快玩完了，你去改变人生，你笑掉我大牙了吗？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尤其是中国地方的朋友有时候你们真的是被你们自己的政府保护太好了。你真的以为外面是真的一样跟你们政府一样好欺负吗？你真的是傻瓜，你是跟我讲说有选举就好，那选几个毛了，他妈的选到后面他们自己也完蛋了，好吗？好，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英国适应电网投资成本，它就转嫁到电网费，但是中国没有，说这个两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就会不一样。在这个虽然逆全球化的时代来说，它的劣势会更加的明显，因为你发展速度不一样，你逆全球化，你就吃不到中国的红利，那么你反而自己会遇到了更多的阻碍，好吗？这个我们要去知道的一个事情，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这个日本事情，大家需要老师讲一下，好吗？台湾没有平行电车台湾民主无关政治，台湾关切，台湾民主还有自由吗？那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讲，好吧？我不能讲，好吗？我不能讲，各位。麦天晚天柱哥说前公开三宝设计，台湾民生热力吗？这不能讲我就说了不能讲，你不要再逼我讲。中国核融合先发电商转电子电脑上市，会不会对美国形成降维打击？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好了，不用等它核融合的发电运转，也不用等它量子电脑上市。现在的中国已经形成了足以对抗美国科技的前沿了，好不好？这已经达成了。你不是说未来我们期许它可以跟美国抗衡，当 Kimi 3推出的那一天，中国已经可以在高科技产业里面跟美国去抗衡了。未来所有的包含它没有办法取得这些软体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在这几年一一的快速被克服，因为它有人工智能。是不是？中国除了人工智能之外，还有一大狗票，你算100万计，好不好？我就跟你讲，100万计的会操纵 AI 的这些理工科的高材生，数以百万计，请记得老师跟各位讲的是数以百万计，不是数万人，也不是数十万人，是数百万对理工有研究的，会操纵这些 AI 的。会搞研发的这一些高材生，我说的还是高材生，不是你那些大专生，也不是你的高职生，我就说本科的大学生甚至博士跟硕士都加入进去研究跟使用这些 AI 的研发，就光人数去使用这些 AI，
就已经可以创造出令人害怕的结果了。所以未来你说中国它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层面上，你只要跟科技跟工业有关系的，它基本上已经足以去跟美国做一个分庭抗礼的动作。在这2个月以前不行，这2个月以前不行。DeepSeek 勉强跟他打一下，那千问呢也可以打一下，但是差了5%到15%之间，那个打起来是有累的，因为 Fable5 实在太强了 ，Anthropic 实在太强了，再加上你那个 OpenAI 它的5.6，然后 Sora 实在太强了。但是 Kimi 3一旦出来，它就可以衍生。所以有个朋友讲说 ，Kimi 3写程式能力很强，那是他写程式能力很强之外，他其他东西强不强？不强，但是他可以写出足以去操作其他模式的，无论是多模态，无论是研究、医药、法律各种的一些工具 ，Kimi 3是可以写出来的。他自己不会，但是他可以写出研发这些技术的 AI， 让他们去研发。所以说，未来一定是工具去研发工具 ，AI 去发展 AI， 人类就是负责盯着 AI 不要失控，而且判断 AI 有没有骗人，就是最大的要件。各位，你要去明白老师说的，这是绝对的，好不好？绝对的。你没有去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类能做的事情就是管理 AI， 好不好？你要会用 AI， 会管理 AI， 会去跟 AI 吵架，去跟 AI 辩驳，那么你这个人才能够跟 AI 去有相处，而不是你今天把它当成那个聊天软体，你问他什么，你就说啊，原来是这样，你就相信他了，那你死定了。我告诉你。AI 跟渣男一样，都会骗人的，跟渣男捞女一样，都是骗你的，好吧？他会骗你的，只要你没有判断是非能力，他可以带你绕了全世界，然后呢找不到你眼前的答案。我是跟你讲实在的哈，我用 AI 算多了，好吧？我用 AI 算多了，所以他可以绕全世界绕一圈，绕你几个礼拜，你才发现答案不在眼前吗？他说哦，你去告诉我才发现，我告诉你会这样，好吗？会这样的。然后，那在美国亲眼看过中国博士心算微积分，那个是超人，那个我不讲啊，那个超人我不敢说这个，那个真的是超人级的，那个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啊，那个太可怕了。心算微积分，我心算乘法、加减、乘除都有问题了，心算微积分他妈太可怕了，那什么样的人类啊？那个不行啊，来，我们接下去啊，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英国讲完，我可以直接证明英国的不行啊，英国的不行，它是完全被限制住的，是属于制度上的不行，也是属于他们的一个政治氛围上的不行，好吧？这确实是不行的，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末期了，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那现在我们要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日本，日本很重要，日本嘛，在台湾、在中国都是一个很近的一个邻国，所以说呢。这个礼拜里面啊，美国买进日元这件事情啊，当然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说让日元可以受到有信心，帮日元背书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实际上去买入日元的也不是美国。说实在的，实际去买日元的也不是美国，美国只是说我对日元有信心，我要买入日元这个消息，他一直只是用说的。让市场上能够相信怎么样呢？美国要去联手去稳日元的这个战略这个是前提。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去真正大买日元的还是日本自己，所以说，截到2025年5月27日日本单月外汇干预的规模是达到11.73兆日元，也相当于726亿美元的记录。也就是说呢，日本它是基本上都需要去动用美债，卖掉美债来去买日元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评估基本上我们这2个月都一直在说，日本将要卖美债，然后来去买日元，去稳日元的汇率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去讲到，会买日元没有错，你会稳日元是没有错，但是你几乎没有办法去跟上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利息高涨的一个状况，因为美国的利息高涨到3点多%，对不对？你日本现在借的钱突破第31年来泡沫那个经历后的31年来最高的利息，那也是1%，对不对？你再加一个这个浮动利率，加个0.5%，那你整个借贷成本高达1.5%。我告诉你，对日本来讲，那是非常高的数字对不对？非常高的数字所以是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日之间还有150到263个基点的利润差，也就是说呢，现在即使日本买再多日元，谁帮日本背书都不妨碍别人从日本借日元去买美元资产，避不掉，避不掉了。而你去买美元资产，是不是对日本有利呢？对日本的资本家有利，对日本政府没有利益啊。他没有利益啊，因为这些赚到的利差不是给日本政府赚的，那是给资本家赚的，好不好？资本家民间也很多，对不对？比如当时去马斯克他上市他的 Xbase 的时候，日本就有老头子直接敲定1亿元的订单去买马斯克的，结果呢，马斯克这个股票跌了一屁股了，这个老翁有没有受伤害？也没怎么受到伤害，因为日元一跌他就回来了，好不好？他也保本了，因为他买是美元嘛，对不对？他也保本了。亏也亏不多啊，亏不多。但是呢，如果日元继续亏下去，他亏掉了这些股价，他也赚回来了，好不好？那也没那么惨，对不对？也没那么惨。所以是说，美国透过的这个意图是希望日本透过他自己的加息来解决利差的问题，因为你只要还有利差，你就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借日元去买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商品来增加自己的利差。甚至去投资到了什么地方？投资到了印尼，投资到了菲律宾，投资到了中国，它的利润都比放在日本来得高。因为你只要把钱放在日本，你只要放着你就亏本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放着就亏本，你有日元你就亏本，没有什么争议的，没有你有日元就是亏本。所以日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能不能去提高他的利差让他自己的利率去涨，他已经尽量去涨了，但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法涨太高的，因为日本的利息如果高涨，那么日本的经济会垮台，因为百姓的借贷成本提高了。过去是零息时代的时候，那你存钱你还得付手续费，现在有利息了，那么请问一下，你的信用卡是不是提升了？你的房贷利息是不是提升了？你的企业借款利息是不是提升了？对不对？你的货款呢去做质押，你是不是这利息也提升了？都提升了这么多，那么日本百姓要怎么活？因为他们借钱借习惯了，我借钱来发工资，只要能够有进账，能够运转，不够了我再去借，反正零成本，几乎零成本，你付一点账户管理费是要有，但是几乎零成本了的状况，那么我只要有卖出，哪怕做的是微利，我都可以成长。所以日本的很多大企业为什么还能够一直活下来？最主要是日本的零利率政策是成功的。但到这个状况是不行的，因为日本现在你就是借日元去买其他国债，那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么日本通过这个状况，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振兴它自己的日元跟经济呢？基本上很困难，很困难。为什么？它的原因跟英国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跟英国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能源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其他东西我们先不谈，就谈它的能源成本也是亚洲最高。亚洲包含了中港日台韩，好吧？这几个地方来讲，日本的能源还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之前在日本在作乱的时候，我们就说过，霍尔木兹海峡给他的问题的时候就说过，它不是只缺石老油，它连发电都需要去靠它自己去进口能源来发电。那有人就会说，老师，日本这么多的核电站，对不对？它不断的去重新启用它的核电站，不断的盖核电站，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没有错，你讲的是对的。日本很多核电站，但是供不应求。第二个，它现在加盖核电站也没有用，因为你即使加盖，你盖的也不是中国现在小型核电站或是核聚变核电站，他们再来是还是一样那大型核电站。那你盖一个核电站你不是3-5年可以盖完的，你得花10几20年才能盖完，因为有环评啊。加上最近的熊本地震，对不对？熊本地区那个地区不是有熊本地震日本那个大地震导致他们在熊本的半导体厂包括台积电的熊本厂，还有其他的半导体精密的工业也必须停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土产生了位移，大概有40公分到80公分的位移。所以位移状况之下，你所有半导体你都得先修整，然后呢重新的定位重新的去做。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做，那下个礼拜有空再讲，因为我还没学会，我只知道它位移是必须要去重新定位，然后重新去修的。那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好吧，我也不是半导体，我他妈一个算命的，你讲我怎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它是没有办法立刻去做到恢复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本身你现在盖新的核电，百姓能不能同意呢？这一次的地震对日本的这些核电站有没有受到影响吗？
包含各种地方的核电站几乎都没有影响，好吧？比如说爱媛那边的啊，或者哪里这边的都没有影响，好吧？它完完全全没有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但是百姓会害怕啊，它会不会再来一个福岛的一个核灾呢？对不对？你说不安全，但是我不信啊，对不对？你说我不信啊，是不是？那也没有用，所以说他又要花很多时间去跟百姓沟通，跟百姓再教育，然后呢重新做环评，然后做一些测试。所以说本来只要盖15年的核电站，现在得花标准的20年才能盖好。但是世界会等日本20年吗？我就问你，日本会不会有人给他20年的空白时间，让他慢慢恢复这件事情？没办法。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现在主要还是靠半导体去获得高利润，那是没有错的。日本的工业技术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么它的半导体这么优势状况之下，中国有没有办法取代日本的半导体呢？基本上5年以内，中国是没办法取代的，因为日本给它去做出来，比如说光学膜啊，或者是一些光刻胶或一些原材料，那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摆脱日本的控制。那也有人说啊，老师你这样讲不对，中国不是这礼拜才说它有 DUV 可以自产自销了吗？有年产量20台。年产量20台，你填不满这些需求，所以中国还是需要从世界各地啊，比如说爱斯摩尔或从日本地方去进口他们的这些设备，包含他们自产的 DUV 也需要日本的部件，也不是说中国全部能够自产自销，说5年之内中国也没办法去摆脱日本的一个供应，那也就代表说日本5年之内还有办法从这边获利，但是长期有办法吗？长期没办法了，因为中国5年以后它可以自产自销的概率是极高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有 AI 啊，还是回到一句话。人家有 AI 啊，你怎么搞？你怎么搞这件事情呢？没办法，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说日本的它整个的电价是中国的2.6倍，所以说你要怎么去跟中国去拼这些所谓的工业发展跟科技发展呢？对不对？你只能从技术层面去做，而技术是可以突破的啊。我们还是回到一句话 ，Kimi 山他是有办法去用工具去研发工具的，而他又不是在原地研发。它如果真的跟美国 Anthropic 跟 OpenAI 一样的高度的时候，它发展速度一定比美国来得快嘛，那是一定的，不用去怀疑100万的理工科大学生同时发力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人脑的发展的速度的，好吗？哦，你挡不住的，你绝对挡不住的，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既然能源需要进口，那么你自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日本的出生率也只有只有到1.2到1.5之间。所以说呢，它人口也急剧下滑，日本老龄化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都知道老龄化日本一开始就有的问题，所以日本缺劳动力啊，然后呢，你又没有能源，那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傲视全球，继续的成为那个过去那个发达时代的竞争力，对不对？那都没有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办？难道靠你的日本的压缩机很稀少吗？日本压缩机很稀少，那所以你他妈干不过别人，就这么简单了，好吧？你说日本压缩机很稀少，因为日本人干不过别人，成本太高太贵了，不买不起呀、对不对？同样的，日本大金的冷气会不会比那个什么比中国的美德的电器来的好？会，我敢说会。大金的冷气就是比中国冷气来的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对不对？制冷效果或者是任何一切产品的效果都比中国的电器还来的强，没有问题。但中国冷气的成本只要你的1/2，我买中国冷气只要你1/2的价格，请问我为什么要买贵1倍的冷气呢？那就是市场经济学的一个范畴了。我能够买到一样的东西，类似的东西，差一点我可以接受，我省下来的钱我当电费补贴行不行？对不对？总可以吧？这几天我跟一个客人，在中国的客人去聊天，我问你们电费多少钱？他说呢，他单身男子啊，他基本上就在家里做那个AI 研发，哦，他冷气开整天的，24小时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然后一个大套房，因为他单身汉嘛，对不对？他做一个大套房哦，24小时不停的开冷气哦，就当一个宅男，对他也没有老婆，哎，也没有父母要养，他就养他们自己，就是在创业中嘛。他开了24小时哦，10几平的大套房，台湾10几平，在中国大概30个平方，一个月的电费310块人民币，310块人民币，各位，他开24小时的冷气，在浙江，在浙江是数位研发基地嘛，他在浙江，哦，310块人民币，他开24小时，他养一只猫，就这么简单，他花这个钱，所以说你电费你怎么去比？你电费怎么去比？同样的钱，
日本收入高，它是不是支付电费的水准也高？所以说，各位永远你不要去想象是说，除了极端贫困的国家，比如乌干达啊，或者是印度啊，换了国家那真的是可以追梦的。但是一般的哦，你能够看到老师在直播的这些同胞们，你们要知道，哪里赚钱哪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工资高的地方，你支出就会高；工资低的地方，你支出就会低，就这么简单。你中国的花费跟印度的花费能比吗？人家一年赚300块美元，但是他生活费可能也只需要200块美元，因为哪里赚钱哪里花，它的成本就是低。就这个世界的资本论其实非常有意思。你现在发展越高的这些国家，你就受你高发展的后坐力，因为你的成本比别人高。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你要想逆全球化，那几乎做不到。我说白了，几乎做不到，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你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包含中国也不行，也不行的。我说真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不行，你只能不断的继续往全球化去迈进。你想用关税，想要技术壁垒去阻挡任何事情，基本上你是很难的，好吧？因为水往低处流，那是必然的一个事情，你永远无法阻碍住，好吧？所以日本在这个状况之下，它要恢复成过去强盛的时代，也跟英国一样，成功率几乎等于零。它能如何延缓它自己的一个衰退呢？很简单，它也必须使用 AI，因为日本的一个工业精密工业啊，它用 AI，它可以控制的更加的精准。所以日本你也逃不过 AI 化的一个时代，但是你只能用中国的 AI 或者是美国的 AI，美国 AI 太贵了，到最后他还是偷偷得用中国的 AI，把它下载回去，然后改成自己的名字继续发展而已。没有 AI，日本没有得救。有了 AI，日本有没有得救呢？可以慢慢的凋零，不会凋零的这么快，因为日本老龄化设备，还有他们的精密工业，这两个状况之下都需要 AI 去做。而让日本经济不振最大的原因，不是在于这些问题，而是在于是说人口越来越老化，消费力越来越低。那么你要再创造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代，可能性也几乎像无限趋近于零。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机会，哪一天外星人攻地球，可能日本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在那之前，不行，做不到，好吗？然后这个都是我这边讲的，老师讲的直播里面的内容啊，几乎都有科学根据，好不好？都有数据一支撑。你可以反对我，但是你可以去找看那个所有的这些数据是不是可以支持我的讲法，那是可以的讲法，好吗？广场协议后基本上没救，那是因为日本怎么样？日本的企业就是遵从的阶级制度，日本的阶级制度是很森严的，到现在也是一样。阶级制度、社会阶级制度越森严的国家，你到最后你发展一定最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各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中国为什么在满清时代你会变成如此的积弱不堪？那是因为满清八旗去入主中原之后，他实行了这些封建制度，是比明朝、比元朝，甚至比之前所有朝代还要严格的。即使在唐宋时代，大臣见到皇帝是不需要跪下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在明朝也不是每一次都要跪的，你还是可以站着跟皇帝说话的，不是每次都要跪的。但是你到了清朝，见到比你高一阶的，你他妈就得跪；见到皇帝，你得趴，对不对？当你有这个阶级状况之下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让你整个统治的沟通管道能够通畅，因为上面讲的就是真理，你没有办法去抵抗的。所以说，满清为什么初代武力很强，到后面你会积弱不振，就是因为它的阶级制度过于森严。阶级制度来于自卑的心态，因为满清是外族人，所以说他很怕别人不跟他跪着讲话，就觉得说你会看不起我，那所以导致了满清的一个衰落，好吧？中国之所以会遇到八国联军，那可是从多尔衮的开始的问题，那不是你知道后面给那些顺治啊、同治他们给那个同治啊、光绪他们的锅，是他们一开始把阶级定死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自卑，导致中国的科技没办法发展。日本也是一样，当上面的人认为燃油车才是一切，因为燃油车造就他们过去的时光的时候，那么电动车就没办法出来。到这几年，他们才有混合动力大行其道。他们的混合动力做的好不好？一级棒。日本的混动的一个车子做的实在好，对，就是油电混合的实在好，没话讲，真的棒，真的是赞，没有话讲。但是这个时代是纯电时代，不一样。你早点做，你不就没事了吗？可惜你没做，好吗？
台积电工程师只要有任何地震发生，不管在哪里都要回去哈。那当然，那地震就是很严重，那精密工业嘛。日本压缩机更现还没有稀土，对，没有错，是这样子，没有错。冷气主要是安装贵，也对，也对，哈，这个的确也是这样。对啊，物价偏低，尤其是内陆，所以数千人民币足够用了，肯定够用。有人说啊，你中国的薪资才3、5千块人民币，人家3、5千块人民币，只要不生娃，基本上是够用了。我跟你讲，真的，一个人3、5千块人民币，那如果2个人都双薪的话，你就有将近1万块人民币了，你知道吗？对他们那个地方的消费，那是够的，杠杠的呀，对不对？你跑个外卖，你一个月也有4、5千块可以拿，那也是杠杠的呀。虽然我以后外卖可能会视为啊，你在哪里赚钱哪里花。这个资本游戏啊，你只要跟钱扯上关系，那你这个世界的运转，你就逃离不出这样子的一个老鼠游戏，那是跑不掉的。所以我们只能看透这个世间的真相，我们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自在。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说看老师的节目，而不是要你去炒股什么东西的。我是告诉你，很多事情都可以预测。基于我们中国的命理学啊，这些武术的学问、3一命谱相，我们都可以看透这世间任何的发展。我不是在跟各位讲时事预测而已，我是跟你讲这世间所有一切事情都脉络可循。你当能够理解它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还怕你不能成功吗？没有这么多的神秘学，神秘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觉得它神秘。我也觉得女人的想法很神秘啊，但是我家里有4个女人，对不对？我老婆跟她3个女儿，还有一只猫，猫已经嗝屁了，但是它连猫都是母猫，是不是？女人还是很神秘啊，因为我不了解，慢慢去了解。但是它是不是神秘学？你要说它是，它也是啊，对不对？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那下周老师去广州一趟，然后呢，我们姓名学下周也会完全完结。记得消灾忏罪法会啊，只要你还有点经济能力啊，你包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好吗？看自己经济啊。如果你自己如果过比较紧张，你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了，先顾好生活再说。但是有这个余力，建议的，好吧？这个3界之间的事情啊，有时候很难讲清楚，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